你有没有想过，人这一生到底是谁在拉着你走？是运气，是命运，还是一种你从未看见却始终在背后牵着线的力量？有些人直到临死前一刻才突然明白，而有些人是在死过一次之后才真正醒来。安迪·佩特罗就是后者。听好了，他的故事不像电影，没有滤镜，没有特效，却比任何剧情都更震撼。因为那是真实发生的1955年，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下午还在跟朋友野餐，几小时后却沉在一个湖底，冷得像被整个世界遗忘。你以为这种事离你很远，等你听完，你会发现它离我们每个人都近得可怕。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那天阳光很好，风也很好，就是水太冷，冷得像不欢迎任何人。但年轻嘛，朋友在1000多码外的浮台上挥手叫他过去，他犹豫一下，还是跳了下去。你想想，一个人从温暖的岸边冲进冰水，那种刺骨的冷不是嬉笑能掩过去的。他游到一半，下半身突然抽筋，腿像不属于自己一样。他想踢，却踢不动，喉咙里灌进湖水。那一瞬间，他不是害怕，是整个脑子都停机了。他第一次沉下去，在浮上来时拼命挥手，可浮台上的朋友以为他在玩闹。你能想象吗？你在求救，别人却以为你在开玩笑。那种无力感比呛水还要糟。他在沉下去时，整个人开始变冷，冷的不是外面，是身体里面，像被一点一点关机。他掉得更深，光线越来越暗，直到脚碰到水草。他以为自己站得起来，可刚推一下，他卡住了。他意识到完了，他要死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冒出来，不是幻觉，不是耳边，而是直接在脑子里。那声音温柔得不像现实，说：安迪，你要休息一下。你想想，人要溺死了，谁会想休息？他心里狂喊：我要呼吸啊！可那声音重复：放松，放手，一句比一句像知道他的一切。他犹豫了，甚至讨价还价，问：你保证我放手之后一切都会好吗？声音说：我保证。结果他真的放手了。就在他放手的那一刻，不是比喻，是字面意义，他从自己的身体弹了出去。下一秒，他不在水底，不在湖里，而是在一个没有时间、没有方向的隧道之中。你注意，这不是电影里慢慢飘，而是瞬间。他在隧道里温暖、平静，像从恐惧直接跳进极乐，连过渡都没有。他往下一看，看到湖底的自己，他第一次体验到，原来肉体只是个壳子，脱掉以后，你根本不会在乎它。就在他因为轻松而松开心的时候，他看到一束光，一点点，却亮得像能照穿世界。他感觉自己被吸过去，不是选择，是被吸引，就像磁铁吸铁。他越靠近，越温暖，越快乐。然后他到了，他出现在一个巨大球体的中央，那球体大到像一个足球场，周围360度都是小屏幕，一个个都是他的一生。他的情绪，他说过的话，造成的影响，全部透明，没有隐藏。你以为听起来可怕？不，他说那一刻他明白了全部，理解了全部，甚至知道了自己每句话让别人心里掀起的波。而那道光就在他旁边，跟他说话，不用嘴，不用语言，却比语言更清晰。那光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哭出来：安迪，我爱你。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从来没见过却完全了解你每一秒每一念头的存在，对你说我爱你，那是什么感觉？更震撼的是，那光说我们爱你，整个空间瞬间亮起无数光点，像亿万个灵魂在欢迎他回家。是的，就是回家。那一刻他才知道，所谓人生其实只是个体验而已。安迪就在那片光海里被无数灵魂迎接，那种感觉他后来形容，不是被爱包围，而是我本身就是爱。你听起来可能抽象，可他在那一刻是完全清楚的。他不再有身体，不再有重量，不再有边界，他不是更伟大，也不是更渺小，
它只是融入了某种一致性的东西，一个连语言都无法概括的整体。他说，那是他能想象的人类最无法想象的喜悦。而就在这喜悦里，他开始看到自己的一生被一幕幕呈现，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带来的影响，全在那些小屏幕里清晰播放。你可能会想到人生跑马灯，但他看到的不是闪回，而是全知。更特别的是，那道光在旁边解释，有点像朋友，又有点像老师，甚至带着一种轻微的幽默。光会对他说，安迪，看你那时候为一件小事烦得要命，你知道吗？其实根本不重要啊，放松一点嘛，你只是在地球玩一场短暂的体验。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会愣住？连光都说地球生活像戏剧。安迪当时完全理解了那句话的意思。他在人生回顾中看到，人们戴着不同的面具，穿着不同的身份、宗教、性别、角色，但当戏服脱掉，回到生命本体的那一刻，其实全不一样，全是一体。他甚至看到自己在不同生命里转换，不只是现在的样子，还有过去是女性的生命，甚至在其他星球上的体验。听到这里，先别急着下结论。他自己也说，这些画面不像梦，也不像想象，而是一种知道，没有质疑，没有逻辑，也不需要逻辑，因为你所需要的所有答案都已经在你体内展开。他感觉自己在那个球体里待了几个月，可回到现实才知道，他在水底不过10多分钟。就在这一切都让他沉浸时，画面突然变了，他又回到隧道，离光更近，那光像就在他眼前，对他说，安迪，我爱你。你知道那感觉像什么吗？像世界上第一次有人真正看见你，不是外表，而是你整个存在的重量、意义、渴望、恐惧。那光全都知道。而就在他沉浸于这种被彻底理解的温暖时，那光突然说，我们爱你。此时空间瞬间化成无数光点，像整个宇宙在欢迎他回来。他融进去，整个意识化成光的一部分。他说，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幻觉，是一种原来我们一直都不是孤独的笃定。他在那里感受到的不是知识，而是我知道全部，没有隐藏，没有恐惧，也没有时间。他甚至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出生，为什么经历那些痛苦，为什么有那些选择。他说那一刻，他第一次理解体验这2个字，因为光告诉他，你之所以能来到地球，是因为你把自己的频率降低，才能进入一个物质世界，否则你会像光一样，不需要学习，也没办法体验成长。光还告诉他，人类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受苦，而是体验，体验快乐，体验悲伤，体验成长，体验失去，体验爱，体验失败，体验重新站起来。你看，这才叫体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让自己知道一种你在光里无法知道的感受。因为在光里，一切都是完美的，而在地球上，有限制，有痛，有困惑。正是因为不完美，才显得珍贵。可就在安迪以为自己终于明白人生意义，可以安心留在那光里时，那光突然说，安迪，你得回去。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拒绝。他说，不，我不要。他甚至像孩子一样争论，我为什么要回去？我已经回家了。光重复第2次，安迪，你要回去。他还是拒绝。第3次，当光在说回去时，他感觉自己的意识被塞回身体里。那种感觉，他说比死亡更可怕，因为他从极乐回到肉体，那种像被关进狭窄空间的不适，让他瞬间想逃，但没办法，他被拉回来了。接着，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趴在湖边，朋友们吓坏了，有人正在按压他的背，把水挤出来。他咳、吐、颤抖，可整个过程他从来没有失去意识。这个细节是最诡异的。他死过，他离开身体，他看到所有画面，他融入过光，可意识1秒都没断。他醒来时，有人问他，安迪，溺水是什么感觉？他说，我不记得了。那是他人生第1句大谎话。他为什么撒谎？因为1955年没有一个词能解释他经历的东西。若他说出来，别人只会当他疯了。他把这件事藏了整整30年。他把这件事藏了30年，藏到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脑子里装着死亡之后是什么，生命为什么存在，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的答案，却不能讲，不能分享，还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日子久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因为他经历的那些东西跟现实世界教他的完全不一样。那段时间，他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只有我一个人记得这些，那种孤独比溺死还难受。直到25年后的一天，他在出差回程的机场看到一本书《死后的世界》，作者是后来让濒死体验这个词传遍全世界的莫迪博士。安迪当时只是随手拿起，结果越翻越不对劲。他看到书里写着别人溺水、离体、进入隧道、见到光、生命回顾，每一句每一个细节都像写他自己。那一刻，他整个人僵在书架前。他买下那本书，一口气读到凌晨3点，停不下来，越读眼泪就越止不住。不是悲伤，是一种原来不是只有我的解脱。读到最后，他说他人生第一次知道，我没有疯，我经历的是真实的。这是那些死过又被救回来的人共同的记忆。这是一个被隐藏的世界，只是大部分人不会记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到那条线的边缘，又被拉回来。他终于理解，他当年的10到15分钟，在另一个地方，却像是经历了数月。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差不多结束，其实从这里才开始。当他确定自己不是疯了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人生。他突然发现自己看人的方式变了，别人是生气，他却看到恐惧；别人是争夺，他却看到匮乏；别人是执着输赢，他却看到这根本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看过生命脱掉戏服之后的样子，他知道真正的我们是什么。他说，那些在光里看到的生命回顾，不是审判，而是理解。你看到的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的行为在别人心里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最震撼的。他在回顾里看到自己对家人说的一句话，原来会让对方心里那样痛；看到自己在某个时刻给别人一句支持，竟然成为那个人渡过难关的力量。他回到现实后才明白，原来我们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都不会消失，不是被记录，而是自然地刻在我们自己灵魂的记忆里。他说，你以为你在伤害别人，其实你在伤害自己；你以为你在帮助别人，其实你在帮助自己。为什么？因为从光的角度看，没有别人，所有生命都是一体的碎片，只是到地球来体验各种剧本。他后来慢慢开始跟少数人分享，但每次讲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共同感受，那个光不是宗教，不是某个形象，不是神话，而是一种你知道它真实存在的存在。他说，那光有幽默感，会笑，会调侃，甚至会哭。它不像权威，更像一个最了解你、最爱你，又最希望你体验完整人生的朋友。他在生命回顾里对他说的那句，为什么不放松一点呢？你只在那里待一小段时间，让他后来几十年都忘不掉。可是你别忘了，还有一个关键点，他当时是不想回来的。他在光里太快乐，太自由，太完整，他觉得那里才是家，而地球只是旅馆。他不止一次说过，我现在也不想待在这里，但我知道我有事情要做。这句话听起来很轻，但背后代表一种责任感，因为光告诉他，每一个人投生下来都带着自己的任务，不是为了受苦，而是为了体验，并且从体验中带回成长，带回喜悦。他说，我记得光的地方是喜悦的，所以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学习喜悦。你细想一下，一个死过一次的人对人生的期待竟然不是成功，也不是意义，而是喜悦。他看得太透了，他知道所有痛苦都是体验的一部分，但不是目的。他回到现实后也会烦，也会生气，也会不爽，可他知道那都是剧情需要，不是人生本体。到这里为止，你是不是开始有一种感觉，这个故事不是灵异，也不是迷信，更不是励志，而是像有人把生命隐藏的后台打开给你看了一眼。安迪慢慢把这件事消化了。但你想想，一个人经历了这种死后后台的体验，再回到普通的生活，那种落差有多大？别人为了升职焦虑，他看着只觉得你以为你很重要的那些事，其实
在光里根本连个涟漪都掀不起。别人怕死，怕损失，怕失败，怕被别人怎么看，他却像提前看过答案一样知道这一切都是剧情。可是你要注意，他不是看淡人生，他反而更认真，更珍惜，因为他知道每个体验都不会重复，每个瞬间都比你想象的重要。他后来回想起在光里的生命回顾，那光不是审判他，而是陪他一起看，一起笑，一起感受，一起理解。他说有个画面最让他难忘，他小时候对妈妈大发脾气，那幕画面播出来的时候，他能感觉到妈妈当下的委屈、心酸，甚至隐隐的害怕。光在旁边轻轻说：“安迪，你看，你当时那么生气，可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一点都不重要，你只是忘了你们本来是一体。”你知道这句话多震撼吗？因为他突然明白，人类所有冲突的根源都是忘记了我们彼此是同源的，只是在地球戴上不同的面具而已。越理解，他越觉得人类世界其实很像一个大型沉浸式剧场，大家来到这里不是来证明自己，而是来体验爱，体验痛，体验成长，体验迷失。他说，光告诉他，你无法体验你已经知道的，你只能体验你不知道的。这句话让他后来的人生完全变了，不顺利体验，失恋体验，被误解体验，因为只有在不完美里，你才能感受到第一次。光说的那句话，你只会在那里待一小段时间，也让他彻底明白，人生不是承受，而是游历。不过最关键的转折是，安迪原本以为自己完成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回家了，他以为自己不用再回地球了，但光3次叫他回去，他拒绝3次。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他固执？可对他来说，那不是固执，而是我好不容易回到真正的家了，我不想再离开。直到光第3次说回去，他几乎是被一股力量推回身体里。那种感觉，他说是人类语言没办法形容的痛苦，像被塞进太小的盒子里面。他睁开眼的瞬间，他就知道光希望他回来是有原因的，而他自己也渐渐从人生的各种迹象里看出来，他的任务不是成为谁，不是成功，也不是完成某个使命，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他在光里感受到的喜悦带回来，传给别人。他不是用讲道理的方式，他是用活着，用微笑，用好奇，用宽容，用对生命的珍惜感，去让别人同步一种频率。你仔细听听，他从来没说过玄话，他说的是频率，一种你在光里才能理解的东西。他说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频率，而喜悦是最高的频率之一。你越接近喜悦，你越接近光。你可能会想，那他回到现实后没有挣扎吗？当然有。他说他回来的几十年里，有时候会突然陷入一种深深的乡愁，不是想家，而是想光，想那种无条件的爱，想那种被理解的感觉，想那种没有压力，没有角色，没有身份，没有恐惧的存在。他说那是一种终极的归属感，是地球上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你以为这种人会变得消极吗？刚好相反，他越想光，越珍惜人，因为他知道那些我们以为的矛盾与混乱都是体验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把体验看成礼物，你的人生就会变多彩。不过他说最难的一件事是决定不再隐藏，因为他知道一旦讲出来，就会有人怀疑、取笑、质疑、攻击。但他等了30年，他发现再不讲，他对不起那束光。他不是要说服谁，而是告诉那些每天在痛苦里挣扎的人，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偶然的，你不是无意义的，你不是被丢到这世界来的，你有来处也有去处，而光永远在那里等你回家。他最后常说的一句话，让很多人听了都沉默很久。人生不是一场考验，而是一场游玩。你唯一的功课就是学会爱。他也承认自己做不到完美，他也会烦，也会怒，也会委屈，可他知道那都是体验，不是本质。真正的本质是光，是喜悦，是我们之间毫无隔阂的那种一体性。他说，我只是暂时穿着安迪这套戏服，等戏演完我就会回去。你知道吗？讲这句话的人不是悲观，而是看得透。他经历过死亡，穿过隧道，进入光海，回到身体。他不是听说，他是知道。你听完
会不会开始怀疑我们以为的真实是不是其实只是体验的一层皮？所以你看，安迪那一次死过去又活回来的旅程，不是为了告诉你灵魂有多神秘，也不是为了让你去追什么玄学，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还在地球上挣扎的人突然明白一件最简单却最容易被忘记的事：我们不是来受苦的，我们是来体验的。你以为自己被困在一场难熬的人生，可从光的角度看，你只是忘记把戏服脱下来。你以为你背负着世界的重量，可在生命回顾里，那些让你夜不能眠的事，光都会轻轻笑着说，这一点都不重要，你为什么不放松一点？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我现在该做什么？其实答案比你想的还简单。你不是来证明自己，你不是来取悦别人，你不是来赢，你不是来累到半死，你是来感受爱，感受痛，感受成长，感受失去，感受重新站起来的那口气，感受当你选择善意时那一点点温暖的回流。你以为那是你帮助别人，不是，你只是在帮自己走回光的方向。安迪后来把他的一生用一句话讲完，你听完会忍不住静下来。他说，死亡不是结束，死亡只是回家。我知道，因为我去过。这一句够了，这不是吓人，也不是安慰，而是一种看透之后的平静。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真的见过光，他反而更珍惜人间那一点点不完美，因为那些才是光里没有的，才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讲到这里，我想把这一句话留给你，你不用等死后才遇见光，你现在就可以往光的方向走，不是去追什么神秘，而是去追那种让你心里松开的感觉。你越活得喜悦，你越接近光，你越活得真实，你越接近家。最后，记住安迪那句最轻但最有力量的提醒：地球生活只是短暂的戏，你会退场的，但请你在退场之前好好体验，好好爱，好好笑，好好活。因为等你回去，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原来都是你为自己安排好的旅程亮点。这是你来地球的唯一目的、经历，然后回家。